很多人问教练啊，为什么别人打我头顶的时候啊 ，OK， 一就是我往后做我们该学的步伐，转身并到后场了，但是我却打不到球，还是我都找不到球啊。另外一个就是别人调得特别高的时候，我到了，一就是我提前到，然后球还没有掉，我又不知道该干嘛，变成我节奏又错了。二就是我跑到了，但是我永远跑错位置。我永远找不到这个球，到底是怎么做？因为我们学的步伐就是转身就并，然后做确认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用不上在打比赛的时候。还有一个很相似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问教练到底怎么做一个确认步？我知道确认步就是打开准备要打球的时候，这就是我的一个确认步。但是我在打起球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确认步永远好像用不上啊。一就是我就是永远都好像不会做一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呢，如果说别人调得很高，你早到还是你晚到还是你找不到球的话，对吧？节奏错了，你要怎么进攻呢？因为按理来说，你戳个很好的球，别人挑得特别高，你是主动的。但你在主动的时候呢，反而就是打不到球，要不然就打一个很低质量的球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OK，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首先，咖啡，这种2点凌晨喝咖啡的感觉。OK 啊，我相信呢，你们一定会问教练，为什么你没有穿你的衣服呢？他们肯定会问的，他们不问我，帮他们问行吗 ？OK， 像我说的。你们肯定会问教练，为什么你没有在穿着你自己的衣服呢？好，因为现在有点湿啊。OK， 好，关于到这件衣服，我们前阵子我们拍了一个视频，我给你们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不是什么教学啊，这是关于到这件衣服，好吗？相信你们都知道，你们也最近老是看到对吧？然后也很多人问我，教练什么时候出来？我也在问什么时候出来。OK， 好，是这样子的，帮我们准备的这个人呢，他们暂时活比较多，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想在这边问问你们，有没有认识人会做这些的？如果有的话，和我说一下好吗？这样子的话，你不用等，我也不用等，我们可以快点把这件事情搞定下来，好吧 ？OK，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？OK，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好吗？但是呢，我这边先说一下，我们会尽快催他们，然后我们这个有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很多人问，只有一个设计吗？有很多不同的设计，当然也有速干，也不是这种休闲衣服而已，好不好啊？对，我们会尽量催他们，然后我们一旦好了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不只是你们在等，我们也等不及了，好吗？那我们废话少说，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。好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，OK？ 因为很多人练头顶是这么练的嘛，对吧？启动，然后转身，然后并，然后打，然后回来，然后停。好，本身呢，这个步伐呢其实呢，在正常打球的时候呢是用不上的。更重要就是你们的启动已经做错了。如果你们是这么练呢，启动、转身、并，打、并，回来，停，再启动、再走的话，这个是错的。启动这个是错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要再说启动了 ，OK？ 因为按理来说呢，如果你做对的话，你的启动应该是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很连贯的。就是很连贯的，也不会看我停一下。OK， 好，现在呢，你们可以停这个视频，去试一下到底你们能不能做像我刚刚做的那启动。要是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是你们在做一个错的启动方法，也就是很多人开始学就是这种启动然后去按理来说呢，你要学会怎么在动态的时候做启动。这个呢，不知道的话去看步伐的完整版，好吧？好，今天我们主要是说这个头顶球。好，
你会发觉到，当你们这么练的时候，转身，并，然后教练发球，你们打到球，然后再回来，对吧？没有问题。但你们在实战当中的时候，你们发现用不上了，几乎用不上。为什么呢？我给你几个例子。第一个就是，比方说你挡了网，别人挑着很高球，你很多时间去并，但是你发现你并了很多步，你还是没有到位。即便你到位了，你都好像这个确认步跟这个球对吧，你好像找不到球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如果你打了一个球，别人挑得很高，但半场你并，然后你停，哎，你不知道该干嘛，你太早做你确认步，停住，那力都泄了，你才打，球才掉。第三个更常见是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到，当别人打去你头顶的时候，没有到底线，但在旁边，你启动，你教练说并步，然后你会这么并，但是你朝这边了，然后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打了，但是你看顶尖球员呢，哎，不管再怎么到位，他们都可以退得很舒服。然后不管是半场，他们退的时候刚刚好的这时间，节奏恰得更好，不管再怎么边线，他们都能够找到球。啊，到底是怎么做的？就在你们后退的这个步伐。OK 啊，首先呢，我要跟你们说，当你们学这个步伐，启动、转身、并2步，再跳起来打，还是等等的啦。这种情况呢，只有在一个时候你们可以用，就是如果你站在这边，别人从这边打过来，甚至没有到边线，他一直在你右边。也就是说，我启动、我转身的时候，他在我右边，我可以这样子并。为什么呢？我可以一直这么并。因为球一直在我前面，我可以看到球，这样打没有问题。大部分的顶尖球他们都会直接连贯去一个起跳塔球，啪就直接跳起来，就直接杀嘛，对吧？很少有人说到后面停一下再打，不会，因为一般呢我们会停下，我们宁愿用一个马来步，这样子我们这个速度是很调整的很好的，我们不会太快，我们不会太慢，就是它刚刚好，还可以停下再打。因为如果你是像转身直接并的话呢，你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。按理来说，你的重量一挪到右腿，你要直接跳了，要不然你在后面卡住的时候呢，很奇怪的，球才掉就很奇怪的。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很少时候你可以用上这个。顶尖球员会用的时候呢，通常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加速步伐，也就是说要准备进攻了，我挡你挑，但是不是挑到边线，就是我一启动的时候，我转身，球在我右边的话，而且球不是很高，我可以直接突击杀你的话，我会这么做，啪转。哎，我可以这么做 ，OK 好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只要这个球我启动，它挑很边或过我们不会这么做了。这就是更常会发生的事情。或者是你打这边直线，这个更别说，你一启动球就在这边了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转身，你看不到球了，你再怎么并的好都是白并的，因为你看不到球。到最后呢，你学了这个步伐，你发现你在打头顶的时候，你会这么打。就打不到，你硬要并的话，你会发现到，球在哪里？打不到。所以呢，这个并步这个方法呢，在实际当中，在你们这个情况呢，很难用上。除非像我说的，从这边调，如果它调得很慢，而且你们并得很慢，可能可以用慢，可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别人打我们头顶，我们不用这个步伐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好，第一个呢，你们可以用这个。如果你们站中场的话，我们会直接用一个马来步，再做一个确认步。为什么我们做一个马来步会有用呢？就是因为呢，我在做一个马来步的时候呢，我是可以一直看着球才出身的，懂吗？等于呢，我在后退第一步的时候，我是保持才转，我不是在这边就转看不到球才并，没有。所以为什么马来步那么好用，就是这样子，不只是可以帮你到位。第二点就是可以帮着你一直看着球，很边的时候，我启动的时候，我马来步的时候往这边才做确认步，我可以一直看到球，这是第一点。好，但是今天我们比较说的就是这个，很多人问就是教练，我戳了球，我很主动，别人调得很高，我不能用马来步嘛，对吧？球还没有掉，或者球很远，那我怎么办？马来步就那么一步，我们也不能用这个并步，为什么呢？他调那边我看不到球。啊，而且我并步最多我就可以并2步，我并3、4步就很奇怪的。那我们会怎样呢？你会看所有顶尖球员呢，他们会用一个最正常的步伐，就是后交叉。当然往别人调对吧，你就正常的后退就行了。正常后退，抬头找球，
推到位了，才抬你的右腿，左腿推，做你的确认步。所以从旁边看是这样子啊，我打了网，别人调得很高，而且很边的话，我会推，再做确认步，再打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就是如果球很快，我就可以推快一点再做确认步，没有问题。如果球很慢，我不只是可以看到球，我还可以调整我这速度，大 OK， 再去，看到吗？我会放在我的左腿，OK， 球开始往下掉这边了，我就可以抬我的右腿，一推开，球在我前面，我就可以杀，我要干嘛都可以了。OK， 我很久没有说这一点了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个视频呢有帮到你们，或其他视频有帮你们 ，OK， 帮我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一键3连，好不好啊？谢谢你们。那我这边顺便说一下，我们最新的这个反手过渡和正手过渡球直线和对角，不管是单打、双打或者混双的过渡球呢，的这个网课即将上架，到时候我们上架的时候，我们会通知你们，好吗？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教学。这也就解释，如果很边的球，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启动、转身这样，并你们是做不到的，看不到球。我们会启动，很边吗？我们就这样转，后退，大，推，就在我前面了，我就可以杀了。所以呢，只要是很高又很边的球呢，一般来说呢，我们都会用一个类似于后交叉的步伐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要让你保证你可以看到球 ，OK？ 如果你连球都看不到，你打不了球。所以你现在去看这些顶尖球员打球啊，他们很多都是用交叉步的，打了往推很高，啪，再推 ，OK？ 当然有时呢，球不是很高，我们退2步行了，啪，就直接做确认步了。OK， 好。那你可能问我，教练，我什么时候做确认步？通常呢，确认步呢你做不到呢，都是因为你步伐很慢，你到位了球已经掉下来了，所以你就得打了，你没办法做确认步。比方说球在摆线上啊，我退得很慢，我退，球到这边了，已经是我该打的时候了，我不打就完蛋了。所以你这个时候呢，到这边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做一个确认步，因为你在做确认步的时候球就掉下来了，你不可能在这边打。所以变成你推，你推得太慢，球掉了，你就直接打了。哎呀，甚至你连架拍都没有时间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教练到底怎么做侧身动作？到底怎么做架拍？到底怎么做一个确认步？感觉到我好像在训练的时候我做到，但是我打比赛也用不上。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练吗？没有方法可以练，全都是因为你步伐慢，导致你到位的时候呢，还是你还没有到位的时候，球都到了应该打的高度了。你再不打就在下面打了，但是我们都是要想高点打，因为我们想主动嘛。那推慢了，哎呀，球掉了，怎么办？你真的在做一个侧身，在做一个确认步的时候，球掉这边了，打不到了，你就会，哎呀，这样子打啊，各种各样了啊，推，哎呀，球掉了，没有办法，就啊这样子，要不然就是用左腿，啊都有啊，就是各种各样很奇怪的动作，对吧？慢了，哎呀，这样打就行了。懂吗？你就想为什么我侧身不了？很简单，因为步伐慢。那步伐为什么慢呢？因为你用了步伐错。当然呢，你说我步伐用对了，那为什么我还慢呢？那就是启动了，启动更加重要。当然今天我们不说启动啊，我们主要是来解决很多人问的，调得很高，我对不上节奏，用后交叉。OK， 不管是直线或对角，你去头顶的时候调得很高，你不知道球在哪里掉，尤其是调得很高，球很远，你不知道球在哪里掉，而且还是在左边。你是右撇子，球在左边，你看不到球，我们一定是这么做的。哦，先抬头看球，然后推到位了，确认步，能理解啊 ？OK， 不只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你说错了球，别人挑了一个很高球，对吧？你这样并停，哎呀，还没有掉，怎么办？因为你推那么快，对吧？你重量在后面，先停，你没有力量了，所以我们会这样，看哦，推 ，OK， 到位了。球开始掉了，那球头开始往下掉了，我就抬我右腿，推开，啪，我就可以杀了。那如果球比较到位的话，我就会推快一点了哈，大推抬，
能理解吗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它不只是可以帮你对上去之后，它不只是可以帮你跑到位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很边球，你可以看到球，你不会说一直在用你的盲区。当然，这个也帮你解决到了头顶的时候，你说教练，我来不及做确认步，我来不及侧身，应该怎么办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步伐启动到你转身动作再回位，这些都特别重要，好吗？把这个学对就 OK 了。OK， 想要了解更多，去看我们步伐的完整版，全部都有教，单打、双打、混双全都有教。OK， 好，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。希望有帮到你们啊！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国际球员或顶级球员他们会用后脚叉，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并，而且这种转身并两三步呢，很少会做，除非你在接发的时候，或者是别人你要直接去进攻或变速的时候，我们会这么做。接发我们肯定会这么做，但是如果别人发得很高的话，即便是发得特别高，我们也会用后脚叉。不相信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好吗？当然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点，在单打、在双打、在混双，它步伐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这些你们都可以去看这个步伐的网课。那就先这样子，有什么问题在下面评论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